所以当美中对抗当然持续在进行当中的时候，有一项议题至少有公约数吧能源议题，所以在COP28 这个会议上面，是不是就有可能在能源议题、全球暖化总该有共识吧？但是呢，现在有一些质疑。例如市场质疑 OPEC 要减产，结果现在成效不彰啊，也就是说显然要减产不容易，而反而今天所有的会议召开的地方就在产油大国，那所以沙特阿拉伯还特别要用捐款的方式来展现他对于新能源的支持哦。但国际油价上周重挫，就是因为市场对于 OPEC 要减产这件事情抱持怀疑，所以连安哥拉都已经拒绝接受了这种减产的定量配量的这个做法，预计呢，巴西也表示不会参与。所以巴西虽然去参加这个气候高峰会议哦，但被形容说卧底嘛，当然形容的阴谋论就是了。但是巴西本来也就是全球前10大的石油生产国啊，明年1月要加入 OPEC 啊、OPEC Plus 啊，所以巴西加入之后是去说服大家各个石油生产国放弃使用化石燃料吗？这是鲁拉说的，但大家都会觉得真的吗？这是你最大的财源要放弃吗？那尤其是美国石油跟天然气探勘井的数量已经连续第3周增加，当然是发现页岩油之后呢，美国也在俄乌战争里头相对的拥有它自己的优势。那所以到12月1号为止，美国的石油天然气探勘的这个井的数量已经增加了3座。到625座，连续3周增加，甚至主要的页岩油是增加到5座到559座。那大陆也一样啊，大陆的油气探勘有新成果，甘肃也发现了亿吨级这么多的整装的大油田，所以产油国会放弃像这样的原本的传统能源去做转型吗？那如何达成共识？但是习近平在经济上的大战略就很明确了哦，大谈改革开放，例如他去访问的。不是访问啦，就视察上海啦。他去上海的时候，就特别强调要上海带动龙头的这个功能哦，例如这个增加发动竞争力发展动力，使命是要建设5个中心，很会把这个归纳了哦，例如国际经济啊、金融中心啊、贸易啊、航运啊、科技创新啊。所以呢，以上海为中心的话，经济策略怎么拉动？例如要对欧洲5国免签，然后观光还有其他的经济议题、供应链啊等等，全面都要来提升。所以呢，在这个5个欧洲国家免签之后，产生效果是什么呢？马上就有像当日首日的法国籍人士入境哦，就已经达到227人次。当然是被说是52.131这样子这么高的幅度的增幅。不好意思是这个欧洲国家里面增幅最快的地方。当然，他们也期待在疫情之后，欧洲国家的这个观光客旅次还有投资的数量不会被中美的这个围堵跟对抗所影响，反而希望有个转移的功能。那么日韩呢？日韩还没报道哦，韩日同意这个月以内要重启高层的经济对话。这个韩国的外交人士所形容是说，韩国跟日本的外交部门都已经达成共识，马上要展开这个会议。停摆了8年是为什么？因为上次在2016年1月东京举行啊，韩国民间组织就在日本驻釜山总领事馆前面设置慰安妇的少女像，那因此日方就取消了会议来抗议，对话因此一下子就停摆了8年。现在两方重新开启会议之后，有没有可能有进一步的经济合作的可能性？这个对抗跟对峙的情况有没有可能变得更友善呢？而对于韩国来讲，南韩最快明年就要改组内阁了，他的民调也不太理想了。7月、12月4号改组内阁，最少说可能会换到7个部门首长，这么的多。那么要加快年金啊、劳动啊、教育啊3大改革步伐，一样面对的问题，甚至比美国差不多的严峻的部分，就在于高房价、高失业、猛压的生育率。南韩2050年在这个分析报道，南韩央行的分析里面提出警告，恐怕2050年之后，人口将会使南韩面对年复一年的经济萎缩，没有办法取得经济增长。其实这个台湾或者是其他世界国家、亚洲地区，台湾面临的情况也差不多啊。但是南韩面对这个问题，现在进行的这个改革的措施，刚好也可以给他山之石台湾作为借鉴。亮哥怎么看从石油能源的议题到现在日韩的关系？韩国的经济恐怕
被中国冲击的要比台湾要多得多啦，因为这个包括尤其是汽车啦，因为汽车工业在台湾又不是很重要的产业。你现在只要去看韩国啦，尤其是韩国啦连日本跟德国都遭到冲击了。中国今年汽车出口超乎预期，可能会到540万辆，日本还不到400万呢，所以这个真的有点超乎预期了。一般预期大概是400多万，结果没想到冲成这样啊！那电动车也是了，比亚迪也超过特斯拉啊。那汽车工业是韩国重要的工业啊。那它另外还有啊，比如说我们说它做那个面板啊，它做 OLED 啊，本来是雄霸全世界啊，那现在京东方也起来了啊，然后也包括造船中国整个造船业现在也都超过韩国。所以事实上，它受到冲击比较大的是中国大陆啦。那中国大陆现在半导体的成熟制程也在增加投资，这个对台湾也有冲击啦。不过对韩国是更直接啊，因为韩国做的那个被动的半导体晶片比较容易做啦，就是那个储存晶片啊。那台湾的是比较难做的，台湾是逻辑晶片啊、演算晶片这一类的，所以。我也不知道他跟日本谈能够干嘛了因为重点是他的东西如何能够卖到对方的市场啊，不然我不知道他跟日本要谈什么。因为韩国跟中国就有互相制裁的问题，日本跟中国也有所以本来他们是要谈中日韩嘛，可是你可以看到王毅那个时候离开的时候相当匆忙我认为是。不欢而散基本上是不欢而散那后来我看到中国大陆一些媒体的报道是，韩国都在怪别人那令王毅非常的火大连晚饭都没吃，联合声明也没有就走了所以12月韩国本来期待的中日韩峰会，我看是没了啦因为习近平大概。现在传出来是12月12号要去越南访问，所以我是觉得这个没有办法这个你选了 American 派的人来当总统嘛他基本上跟韩国的经济脱节了那岸田也没什么用因为岸田的任期就到明年9月，但他是绝对不可能连任的啦现在民调那么低，他民调有一阵子已经低到了21耶。那已经低到就是已经倒戈的民调了，所以我不知道这两个人见面有何意义了。这个好比蔡英文去年见麦卡锡一样了，你见了一个即将拜拜的众议院议长那他现在也是就见了一个快要下台的岸田文雄所以坦白讲，现在经济大家压力都很大了，因为订单都普遍在减少所以你如何自强？让你的企业不要受到太大的冲击，这个还是蛮大的关键。好，教授来看看在现在能源议题全球总算稍微有共识，但是真的要达成所谓的共识也很难，还是说只是表面上的共识呢？我觉得能源议题其实这个共识并不容易了尤其是现在巴西进来之后，居然巴西虽然是全世界第10大产油国，但是他却希望大家这个减少石化的这个排放，这个燃料。那我其实要谈就是习近平到上海，我觉得他其实已经标榜了3个领域：金融、科技、民生。而且上海不只是上海，上海是整个长三角。那这个长三角涵盖的就是说，要作为再一波带领的中国经济在科技、民生、金融的这个再出发，那上海现在的市委书记陈吉宁，他其实是蛮特殊的一个人，清华大学校长做到的。他本来在英国是这个工作的，后来98年回到这个清华大学，然后做到了校长，去做环境部长，去做北京市市长，之后呢，不是做北京市的市委书记，被调到上海来。那所以他被给予很高的这个就是责任。那我觉得习近平其实过去几乎每年来然后呢，
看到他做的这个情况，现在中国大陆的这些作为，那你金融科技民生哦，尤其是金融跟科技的这一块哦，那我看了郑永年这么讲了，他说接下来中国大陆会采取快速的单边开放，也就是他自己会这个开放了。你说像是这个欧亚6国的这个免签，那只是一个小小的试水温，也就是说，他用单边开放的方式，让更多的这些交往、投资，然后呢往来，以及你对我的理解跟信心，因为举例而言，现在在疫情前，美国在中国大陆的留学生11000人，现在只剩下221人，10%都不到。所以这样子一个情况，当然很多因素了，中美的这种相互的彼此的认知疫情刚结束，那大家对于中国经济的这种外界的理解所以呢，现在你要自己去引导，那谁能够引导？那就是上海那就是上海。至于日韩的问题我觉得这是现在日本的机会了要重新回到晶片制造，因为它在材料跟设备仍然许多是世界 No.1。那现在他把成熟制成的东西，把它整个从韩国拉过来，各个层面因为美国台积电也去了，美国对韩国不满，我跟你讲，因为韩国掌控的这个比例太高了，但是呢，而且韩国太喜欢跟美国要价了，那日本相对的对美国其实是顺从的，所以日本如果从这个就是材料设备成熟到设计到车用，我觉得这是下一波日本的经济发展的一个可能的动力来源。的确，因为日本也是大幅的奖励我们的台积电去那边设厂，奖励的规模也还蛮大的彬哥怎么看呢？不管是中美对抗，或者这次 OPEC， 大家都在说，是不是各怀鬼胎？那是不是真的愿意对气候变迁做出贡献，还是继续维护产油国的利益？我觉得鲁拉根本是随便说说，我一点都不相信因为巴西刚老师你讲，他现在是全世界前10大产油国，人家估计他2030年会变成全球前5大，因为他石油还不断陆续有在发现，他石油蕴藏量非常丰富。我看了一下，他去年光是靠石油出口就赚427亿美金你觉得以巴西这样的国家，他一下子不要石油出口，请问一下他要用什么产业来弥补这个东西？所以我根本觉得这基本上就是不太可能的事，他应该是随便说说的。那当然靠 COP28 其实这次是有大家有个共识，说未来核电要增加3倍就因为大家都考虑到你要零碳排，那唯一的解放大概就是用核能，所以我觉得这个才是台湾要去注意的地方。我们现在跟全世界的方向在背道而驰人家都在想说你要在2050年前达成，你除了靠核电没有别的方法，然后我们把核电全废掉，全部转去燃气，然后再生能源要发展不起来的话，请问一下怎么办？那到最后的结果就是燃气燃煤更多嘛，只有这个解方嘛，不然还有什么解方呢？那全世界各地，你看，包括美国，包括中国大陆，还是不断在探勘石油。石油未来绝对还是非常重要的能源这个是基本上我个人认为在几十年之内都很难完全取代的东西。所以这就是人类科技的瓶颈所以我们必须要接受现实那中国大陆现在其实当然面临非常多的困难，它的经济要发展，它也面临到很多需要转型的地方。对中国大陆来讲，尤其是在这个中美贸易战的余波荡漾的时候，它当然要赶快抓紧每一个转型的步骤。那它想要振兴观光，我个人认为最近其实是很困难，因为它其实之前光是一个购买东西，因为它虚拟货币这种太流行，对外国观光客就已经产生一定排挤效应。那它最近更倒霉，因为最近有霉将军有这些肺炎这些东西。气候变化大家都活动怪怪的，你就变成你是观光客。我很多朋友本来想说这一阵子就要去大陆玩的，都想说先看一看吧，因为你不知道疫情情况到底如何，所以这个就是现实的考量，这个没有办法。那至于日韩，我说真的，日本如果能够趁这个机会重回半导体，那当然我觉得它的机会可能会比韩国更大。那韩国在它现在的状况我觉得尹锡悦整个走歪了之后，他现在要拉回来，到底拉不拉得回来？而且他有没有真的意愿想要拉回来？我觉得恐怕在他任内是不太容易办得到。韩国恐怕会错失他自己转型关键的时刻。现在需要急拉的是他自己的民调支持度了那在这个
各地还有各种战火频仍的时候，现在有一个被说是阴谋论的说法是，有一位这个欧盟的议员米歇尔·里瓦西去世了。为什么其中有阴谋论呢？因为他正在调查的是欧盟主席冯德莱恩丑闻，却突然间在议会之前去世，而理由是心脏病突发。那么米歇尔有人出来爆料说，他花了几个月时间才获得有关欧盟跟辉瑞公司之间密约的资讯，其中当中有跟冯德莱恩有关的首席执行官相关的通话，在实验室里头有没有一些对价关系，或者是有问题呢？那这件事情不知道了哦。但是结果这位议员就突然去世，引起了阴谋论的讨论。而阴谋论的还有什么？普利兹奖得主赫西公开的表达，他也是过去以调查报道专长的一位媒体前辈。他说，俄国参谋总长跟乌克兰武装部队的总司令这2个人跳过了各自的老大，启动了秘密和谈。而这样的和谈呢，至少他认为乌克兰方面泽伦斯基是不知道的，白宫也不知道的，甚至是坚决反对的。这个秘密和谈完全绕过去了哦，所以是不是有可能在这个和谈之后有一种和平的可能性？那是跳过泽伦斯基呢？乌克兰民调已经显示了，82%的民众都认为应该要这位扎卢兹尼去谈这个秘密和谈，被说去谈的人呢，他的民调制度是远超过泽伦斯基的10%的，所以他在接受《经济学人》访问的时候还透露，这样的僵局引起民众对于泽伦斯基的相对的不满啊。那所以基辅市长也说，乌克兰走向威权主义不可以一直只取决于一个人的心血来潮。你看造成的战争战事到现在还没有办法停下来，而乌克兰的波兰货车工人封锁边境1个月来了哦，欧洲要援乌的阵线都即将瓦解。支援他最多的波兰隔壁的邻居，现在都产生了动摇，更何况是像美国提供的是什么？提供的是更多的这个武器吗？现在也因为以巴冲突产生了很大的变化。那以巴冲突呢？我们再来看看，以军虽然在这个停火协议结束了之后呢，现在被说协商再延长的破裂，所以以军已经又扩大进入加萨了。地面行动继续攻击之外，轰炸还要往南部去。那么以色列军方说，加大在加沙走廊地面作战规模，要求居民赶快撤离。而至于在南部这个部分，昨天我们也特别分析到说，不止北部的作战区域，它也要往南去延伸，要歼灭哈马斯不亚于北部哦。逃难的民众非常的苦不堪言，战争到底什么时候停？逃难的民众说，我们现在只希望直接被杀死，免得要一直经历这些重复的威胁和痛苦。可以理解一般民众有多么的无奈，他的生命、身家、财产一直都饱受的苦难呢。那其实其他国家周边也一样，在红海的航行道上有很多商船被攻击，美国驱逐舰去驰援击落无人机，这个都是在周边也门叛军所产生的擦枪走火，这个周边真的很不安宁。而以色列呢，继续准备要把加萨缓冲区来做推动哦。美军做了什么呢？他供应以色列更多的钻地型的炸弹去轰炸碉堡。那么显然，拜登的政策我们讨论了好多天了哦，就说是不是影响国内的支持度，甚至他的选情。明年大选已经准备跟川普在对决的情况之下，是不是居于劣势？80岁的高龄拜登被质疑健康状况会不会有问题？而尤其是以巴冲突这些忧虑型的民调，让他的民调支持度一直很难起色啊，反而给了川普重新再来的机会。所以美国的国防部长说，面对中俄、中东3大挑战，美国还是可以经营很多个战区，就是说我很有余裕，我们还是可以继续顾及，甚至新训资源可以继续部署。真的是这样吗？大家都面对了相当多的挑战。所以呢，从欧盟看到了这个以巴，到了乌克兰，其实这个相对的世界局势都在一个动荡不安当中。亮哥，这个现在有2个偶然的，比如说那个乌克兰啊，因为这个扎卢兹尼就是武装指挥官啊，武装部队的指挥官，他的民调比泽伦斯基高嘛，高这么多哎。那泽伦斯基现在就说，我们明年不一定会改选啊，因为乌克兰本来是跟俄罗斯一样，明年都要总统大选的啊。那泽伦斯基本来他的民调已经有一度高达90啊。
刚开战的时候，对，所以显然是下滑嘛啊。那下滑主要的原因是因为真的是打不下去了，因为你可以看到美国的军情单位的人都出来讲话了，说乌克兰的弹药大概只能用到明年2月啊。然后《金融时报》在几天前写了一个特稿，他说乌克兰现在在前线的士兵平均年纪是30到40岁啊。那照理讲，在前线如果是步兵啊，那都应该需要最好的体能啊。那个最巅峰的体能一般是18到24岁，表示他已经打光了。他18到24岁的步兵基本上已经打光了啊。那美国做了一个估计啊，认为乌克兰的经过这600多天的俄乌战争，大概阵亡了7万人，太可怕了。然后受伤的人有12万啊。那乌克兰的军队本来就是接近40万左右啊，然后再加上1000多万人跑到国外去。所以他不是没有武器弹药而已，他连人力都出了问题啊！所以去年2、3月那种征兵啊，动辄排队都是上千人啊，现在都已经征不到兵了啊！而且还有人用特权买出境证，结果有2万个年轻人接到兵单消失。后来泽伦斯基不是把那个征兵中心的指挥官全部都 fire 吗？所以你就知道这个国家已经陷入了相当程度的一个混乱了。所以泽伦斯基不要改选啊，因为他改选可能就会下台啊。甚至也传出内部有力量对他开始不满，而最可能不满的声音就是军方啊，就说你这个干脆让我们来当头好了啊。可是我跟你讲啊，这个扎卢兹尼也不是那么好当啦。比如说，你说你要去和谈嘛，那你能够谈出好的方案吗？因为你想一想，我刚刚念的那些啊，都是美国的媒体、英国的媒体公开写的东西啊，那俄罗斯会不知道吗？那俄罗斯如果知道的情况，他为什么要跟你谈？他搞不好就想说，我就趁机一举拿下。对啊，就逼你承认4个邦啊之类的啦啊。现在就是卡在。然后拜登你也知道嘛，共和党也卡了乌克兰的预算，然后欧洲慢慢的右翼势力在崛起，撤退当中，一个一个都不想给他资源，包括斯洛伐克，包括荷兰，最近改选之后都直接讲说我们不要再支持乌克兰，所以我真的不知道他如何再撑下去啊。我们休息一下，回来继续看看，除了俄乌战争之外，以巴冲突又该没完没了到什么时候？休息一下，马上回来。以巴冲突呢，在这个停火协议停止了之后，立刻又进入了攻击的状态，尤其还要再往南部攻击，民众真的苦不堪言。你知道吗？1986年的时候，我跟亮哥都在念研究生了哈。那我们那个时候还偶尔在研究生的这个图书馆碰到聊聊天。那个时候，美国的大学生哦，全体反对美国的这些大学的基金持续去支持南非。哥伦比亚大学的校长室就被占领，因为他们买了南非的铜矿校务基金。后来美国就整个转变了。到了你看最近过去这10年，全美国的大学也都在反，就是那种当初整个南北战争之前的这种种族歧视的这种图腾。哈佛大学的法学院的图腾都改变了。然后呢，维吉尼亚大学我念的学校的那个李将军的像也被拉掉了。现在各位你知道，前2天麻州大学500个学生包围学校，说你麻州大学的校务基金和军工复合体的股票有关，而这些军工复合体在帮以色列做这些飞弹做炸弹，现在已经变成一个风潮了，你知道吗？也就是说，现在在美国年轻人已经不是只有所谓的少数族群，他们认为年轻人要停止美国对以色列的种族隔离的支持，这已经变成一个大口号。而你看现在战争又在起，昨天一天又死了700人，来到了15500多人，种族屠杀了吧？不只是隔离。对呀，
所以这个东西一定会对美国的继续支持以色列政策产生绝大的影响。为什么？因为拜登要选举了嘛。然后呢，他也会对拜登的连任产生影响。那你会问说，那川普不是更支持以色列？但川普会说，我可以让以色列的战争一天结束掉。他到现在还没讲这样话他目前只是说乌克兰战争一天结束掉。但他什么时候如果讲出我可以让加沙战争马上停掉，我觉得这个东西情势会逆转的，因为现在已经造成了美国的年轻人尤其是支持民主党为主的这个年轻人，对于拜登持续去支持以色列不满，因为他们认为你在支持以色列的种族隔离甚至大屠杀的这个政策。的确，对于整个以巴冲突来讲，还真的看不到尽头。休息一下，马上回来。不管是以巴冲突还是俄乌战争，其实都对拜登的选情直接产生冲击。可是没想到，人家国防部长还说没有关系，我们美国还是可以经营多个战区。经营有很多种经营方式，小本经营也是一种经营啊，你大规模经营又是另外一种经营啊。以美国现在的态势，就是它这3个战区，你小本经营可以啊，你乌克兰那边大概有事没事送一点武器过去，然后那个以色列这边你就是把军队派在那边帮他看着一下，这一种状况可以了。但如果真的介入战争，美军现在根本不可能有能力同时介入3个战区，现在连2个，我觉得他都不太可能。所以我觉得，当然他身为国防部长，美国人一定要讲自己很强大。可是说真的，你光是看你对乌克兰战场的资源，已经开始呈现非常严重的捉襟见肘的状况，这是非常明确的嘛。所以我觉得这样子你也很难去说服别人哦。不过我个人认为，现在对美国来讲，不管俄乌不管以巴，大概都是非常难处理。现在就是一个烂尾的状态，因为以巴这个东西。我们本来就认为以色列应该不会就此甘心，果然他现在就是对整个加沙走廊全面发动攻击。对呀，那就是跟我们想的一样，他从头到尾就是根本没打算要让这些巴勒斯坦人留在这边，他就是要把他们全部都赶走。但问题是这些人没地方可以去啊。那请问一下，接下来到底要怎么办？我们要眼睁睁的看他被直接被屠杀掉，还是要被赶到海里去，赶到地中海去？所以我认为这个已经到了国际社会不能够再做事的一个地步。平安，欢迎收看 TBS 新闻大白话，我是王浅秋。首先介绍这节跟我们一起讨论国际以及国内议题的来宾，第一位是耶鲁政治学博士郭正亮亮哥，大家平安。资深媒体人谢寒冰冰哥，主持人好，大家好。前国安会副秘书长杨永明教授，请就好，大家好。选战的议题，大家现在在看的是什么呢？先前呢，柯文哲自己在蓝白合破灭了之后，自己接受的第一个媒体专访提到的所谓蓝白合，有人要给他钱，要他退这件事情，要他当副手，结果呢，被独派团体还有侧翼等等的跑到地检署去按铃告发，结果现在已经正式分案，被检分为他治案，还把柯文哲等4人通通都列为被告，认为是不是搓原子汤？这个案子会怎么发展？会怎么传唤接下来的相关人呢？那么柯文哲这时候讲其实如果是蓝绿对决的话，选战变成什么？变成统跟独的对决。所以呢，如果他说他啦如果没有参选的话，就是代表赖萧配一定会胜选。所以呢，现在如果他参选的话，赖萧配就不一定赢嘛？逻辑是这样吗？那么因为他认为选战主轴目前是台湾的亲美大于亲中的结果。所以只有他才能够吸到所谓中间选民吗？或者是统独以外的其他支持的声音？那么赵少康说他自己怎么会是一定要亲中呢？就像亮哥在我们节目上，他对赵少康也很了解，他自己说他不但到美国留学，也带过美国公司。我不亲美，谁亲美？我非常亲美。他说的相较于民进党是亲美仇中，他是亲美但和中，也就是政治学多边主义的概念嘛。那柯文哲这2亿副手的疑云呢，
现在是他想要结束，不想再谈，但是其他人没有要罢手的意思。例如姚立明，就今天再开记者会啊，他说这个是直指中国介选，就是说2亿元是中国要给的吗？其实相关当事人媒体都已经访问到了啦，这个当事人都说，被提到的3个人，其中2个人都说他们都没有这样说过，但姚立明质疑。世界上啊，只有中国具备这个范意，所以这个价码也只有中国有能力出吗？所以他在想办法把红色这个帽子也戴到柯文哲的头上去。所以当赖清德说台湾希望跟大陆做朋友的时候，大家都觉得真的吗？都会忍不住问真的吗？那因为在很多的这个策略跟战法里，他的言论里，我们听到的是没有想要做朋友的感觉，连沟通的管道都是断绝的。这根据一个雷根国防调查的指出目前在美国的调查数字，有将近77%左右的美国人把中国当成敌人，而有51%的美国人把中国当成最大的威胁。所以赖清德是不是也是跟美方这个调查一样，他是说要跟中国做朋友啦，但是吴欣岱说是跟吴欣岱唱反调吗？要报复挺高嘉瑜不挺他吗？等等，因为他这个指的是说吴欣岱强力的反中抗中，而赖清德现在有些改口，想要和中，或者是说要跟大陆做朋友，是这个意思有转弯吗？那当然，很多的弊案现在还有继续在连环报的迹象，其中论文大家已经腻了嘛，好像大家论文都连续的出问题。那这个人呢，也叫林志，他叫林志杰，不是林志坚他说是比林志坚还要严重的是谁？新竹的立委参选人林志杰，他的教授生等论文被质疑大幅的复制贴上他的指导学生的硕士论文把学生的论文copy贴上去，2篇论文的相似度高达51%，所以呢，这些高度雷同被质疑的时候，他自己是学者形象啊，而且过去在2022县市长选举的时候，是蔡英文指定要沈慧虹跟这个林志坚选桃园跟新竹啊，最后林志坚因为论文抄袭大翻车，还要全党呼吁人才会一尸5命啊。那现在呢，林志杰怎么回应？他如果承认抄袭，学者形象不就不用选了吗？如果林志坚不承认抄袭的话，抄袭案就会继续像林志坚一样上演一尸5命的这个连续剧，让大家继续追下去嘛那当然现在还等待他的回应了我好像刚看到一个媒体最新的推播，他自己说是一个乌龙一场，不过当然就可能一样回到原点，由原本的学校来做认定。那至于萧美琴呢，回复国籍这个争议，他今天已经出来说明了，他说呢，现在是从来没有放弃过国籍的状态，所以一直都有中华民国国籍，没有回复的问题。但同时还有王宏威爆料的是，潘孟安在屏东那么多绿能光电现在有5000万的豪宅住在那里，在台北的这个新建案里头，还有2个车位那这个其中呢，是不是被供养的，或者是财团就是关系密切的立奇玉品，是不是被供养在其中呢？当然，近半出示的租约强调是助理去租的，每个月付6万块钱，都是合理的出租，在这个租赁契约里头呈现的当然，还有吴子嘉说，柯文哲的这群人年轻选票跑来跑去等等的，是不是现在大家民进党也是或者是国民党也是想办法要抢到这些年轻选票呢？而年轻选票是不是跑到赖清德那边的几率会比较高？所以呢，赖清德并不是遥遥领先的。吴欣盈对于柯文哲可能会有负面影响，这是小丽媛的分析。有5份民调显示选战会进入肉搏战。虽然赖清德仍然保持领先，但是侯友宜的支持度已经大幅提升，而柯文哲下滑跟第1名、第2名之间的差距产生缩减，也是一个有可能造成选战结果翻转的可能性。而赖清德不是遥遥领先，可能进入贴身肉搏。如果一连串还有这些弊案疑虑被提出来的时候，当然也对选情会有重大的冲击嘛。亮哥，这个最后的选票流向我觉得这个牵涉到这个国民党如何去说服年轻人说这次选举的意义是什么政党轮替是不是大家认为的价值那民进党，因为坦白说来，那些绿的柯文哲确实绿票比较多，那些绿票为什么跑去柯文哲那边？他一定是对民进党的有些作为不满嘛。
事实上这些人大部分是没有投给国民党的经验的啦，那他们也都是台湾认同的啊。那所以国民党要如何去说服他？比如说我们随便举例啦，比如说这个大家最常问的就是说啊，你有比你4年前、8年前过得好吗？啊，这是最简单的啊。那民进党变质成这样啊，那这样的政党不该下台吗？啊，他不止贪污腐败、双标、傲慢啊，还那个反民主啊，把电视台封掉等等，用1450来攻击你。那蔡英文700多天不开记者会，一个政党可以傲慢到这个程度，那不该下台吗？我认为啊，国民党啊，不要以为打战争与和平啊，可以从头到尾打这个主轴啦。我跟你讲，这个问题是未来的问题啊，大家是没有经验的，而且坦白讲，有这个感觉的选民也不是多数啊。那真正要当兵的，明年对不起啊，只有9000多个，9000多个再加上家长，好不好？亲戚啦，加一加有5万票吗？这个就是一个现实问题。所以国民党要去估啊，你如何去跟那个柯震宇那些票来做呼喊啊，向他喊话了啊，让人家如何流到你这里。我跟你保证，打两岸问题是没有用的啦，两岸问题只能够巩固你的基本盘呐，对于扩大你的选票是没有用的。同意，对不对？所以你要去打什么？打这个贪污啦、双标啦、傲慢啦、反民主啦，然后你经济越来越差啦，有顾虑到中下阶层的生活吗？然后你再去比如说对柯文哲的政见，你做一定程度的吸纳嘛，这个要侯友宜讲啊。我跟你讲，赵少康讲没有用啊，要侯友宜自己讲啊，而且侯友宜也要自己讲，我们愿意跟民众党在立法院合作啊，来选正副院长啊，我们愿意这个也许这个正副院长应该由韩国瑜来讲啊，因为他不分区第1名嘛。那另外一个就是我们愿意跟民众党组联合政府，来改造这样的一种腐败的政治嘛，傲慢的政治嘛。我觉得这样这选举啊，坦白说，一般的中间选民或者对政治没有那么热的人啊，你一定要跟他讲已经发生的事了，而不是跟他讲预期未来会发生什么事。两岸会不会战争是明年的事啊？贸易壁垒调查到底多严重？我现在怎么知道？还没有发生啊！所以你要告诉我，民进党这8年已经干了什么事？那这样的事情值不值得大家来共同推政党轮替？我觉得这个才是唯一啊，可以去扭转这个民众党的选票啦，在最后决定分裂投票了。就他们最后一定要做一个判断嘛，就说，那柯文哲单独要胜选，我看是不容易啊。可是你还是要出来投票嘛，因为不分区你要投给民众党啊。可是这里你要不要考虑分裂投票，让民进党下台？我觉得只有这一招才有用啊。那这个就牵涉到国民党有没有掌握到这个 feel 啦，要不要打这样的议题啦？然后当然你再去跟民众党啊去吵架啦，制造政党仇恨，这个就是最愚蠢的动作了啊！不止不该做这种动作，而且要去建立大家未来可以联合来做改革，那建立新政治这样的诉求不然我跟你讲啊，吴子嘉的判断就会变成成真了，因为这些人过去没有投给你的经验嘛，所以他们开始不想投总统票或者怎样的时候，他要么就不投票，要么他就根据他过去的习惯投票，他又投到绿的那边去了所以我跟你讲啊，这个东西，所以我说今年有一个议题是跟吴子嘉讲的那个情况不一样的，因为今年有3党不过半的问题，有联合内阁，有竞选立法院正副院长联合的问题嘛，这个以前没有啊，以前都是1党员的全吃嘛，所以今年有这个新的议题，国民党一定要抓这种论述去跟民众党建立的联合战线，否则真的非常困难要胜选啊，真的非常困难。彬哥怎么看会不会接下来这个多月会有可能是一个司法大戏嘞？例如查徐小新，例如查里长到大陆去，什么认知作战，或者是例如像
这个列他治案来侦办2亿元到底有没有？这些会不会就是影响最后选战的关键？每一次到选举的最末期，都会出现这种司法案件的官司，但是实际上这些司法案件通常都不是什么真正大不了的事，也不见得真正会办，但就是希望造成一种风向，看是不是能够带动一些感受。那我个人是觉得目前还没有出现那种大到能够扭转选情的这种司法案件，或者反而是反效应呢？是像他们去弄徐巧芯那个，我就觉得是反效应啊。所以因为说真的，以徐巧芯在那个区域的优势，他真的也没什么必要去搞什么贿选什么东西。那更何况是你说寿面一个东西也被人家拿出来讲，这个就有点太好笑了。所以我觉得，当然检调可能要查的不单纯只是寿面，还有其他的，包括里长是不是有接受招待或者什么。但是看样子是应该是查不太出来什么东西，你反而会激起当地人觉得那种同仇敌忾的心态，觉得你的手国家机器欺负人对你的手伸得太长了。所以我觉得这是反效果了。那至于说这个怂银要汤的这个事情，这个摆明也是查不出结果来，因为从头到尾只有谁讲，只有柯文哲一个人讲。说真的啊，就是这样子啊。那到时候他能够讲出什么东西来呢？所以我觉得这个也都只是做一种政治上的表态，到最后也查不了多少东西。那当然，民进党现在就打蛇随棍上，姚立明就故意讲说啊，这个一定是中国大陆，谁说的？为什么不是美国？奇怪了，谁规定一定只有中国大陆才能出这个钱？搞不好这钱你民进党出的啊，谁晓得，对不对？你故意来离间计啊，所以谁知道这什么情况都有可能嘛。所以做这种判断，基本上这不叫判断，这个就是故意假装用判断来当幌子，实际上就是要栽赃给对方，就基本上就是这样的一个做法。那这种做法在台湾是屡见不鲜。那我必须讲，我很认同刚亮哥的说法，我一直认为蓝军这2个礼拜。民调是起来了，可是民调起来并没有赢啊，民调起来跟赢是2回事啊。其实我觉得，大概至少你综合各家判断的话，至少现在蓝军至少还输赖清德5到10%，我觉得绝对跑不掉，也许更大，我觉得不会更小，至少5%以上。所以这5%要克服是极难的，因为姚立明说我们稳赢的啊，姚立明现在是这样说啊。但是我也觉得很奇怪，我也很少听到那种领先的人直接跟人家讲我稳赢的。这个其实也是有反效果。我不知道姚立明这次是不是反串了，我不知道，还是因为他本来被叫来是要打柯文哲的嘛，现在柯文哲已经掉到第3区，他不知道打什么。这样绿营支持者可以不用出来投票都稳赢了。那这样很好啊，如果能够发挥这种效果，那也不错啊，就不要出来投票啊。我看他是到底有没有这么厉害。我觉得重点就是在这个选战的最后关头，不要去讲什么意识形态的问题，我觉得那都不重要。重点是要把讨厌民进党的氛围带出来，对，这才是最重要的。没错。其实去年9合1赢就是赢在讨厌民进党，知道吧？那今年老实讲也没别招，就是你要想办法去扩大。其实比如说打潘孟安这个，我就觉得会有一点感觉啊，因为很简单，潘孟安现在虽然拿出租约说我1个月6万跟他租。可是大家不要忘记，也不过才几个月前，高虹安1个月也是5000多万的房子，他1个月租5万，被你们打得狗血淋头，一模一样的东西啊，你6万就比较高尚，所以他5万就要被往死里打。所以你潘孟安不是犯了跟高虹安同样的问题吗？为什么你能够用这种价钱去租到这样的房子？而且为什么你一定要去租这种房子？而且跟屏东这里的绿能的相关业者这么密切相关。是啊，我觉得。你如果有办法像王定宇一样租到8000一间的，我佩服你啊！对，我们早上网友都说应该租金是8000吧？对啊，直接你看你们房东人这么好，对不对？8000都可以租，你直接我现在相信他房子一定还空着，你就跟他租就好了，对不对？为什么要去搞个6万的房子，而且还是这个跟你们有利益关系的这些财团的？所以这一种才是民众会有感的东西啊！我觉得过去这1年来，其实有一大堆，包括鸡蛋，包括生活上常遇到这些事情，现在百物齐涨。像现在外面一斤鸡蛋多少钱？鸡蛋最近掉下来，鸡腿涨了很多，猪肉也涨了很多。我前2天跟我妈吃饭的时候，我妈才告诉我说，所有的价钱全部都涨，然后便当什么也跟着一起上涨。你要直接打这种民生相关的，然后让大家能够去回想，你让给民进党做了7年多的时间。可是他不但没有把台湾搞得更好，反而是让我们生活变得更差。要打这种有感的东西，民众才能够出现投票转移。
教授，因为林志坚的论文那时候大家很有感啊，因为就死不承认嘛，全党护一人嘛。那现在好多已经大家习惯了吗？现在又来一个林志杰，被说是直接抄学生的论文，相似度可以到51，这是升等的论文。怎么看？这可能产生的效应又是什么？那怎么会有这么多都同样的要被检验？这个要等一下了哈，因为我看过他刚才这个今天讲的东西，其实是他自己做的一个研究，那个学生是他的研究助理。然后呢，他有发表，学生后来写论文，所以到底是怎么样的情况？我觉得先不要跟着媒体这样子去跟风了哈。那觉得其实到今天哦，这个侯友宜的角色身份跟他的重点呢，我觉得都还没有被国民党这边完全的勾勒出来，他才是真正在选总统哎，对不对？上个礼拜有个场合，我在台下。我听了他将近30分钟的演讲，哦，他80%都在讲闽南语，底下都是一些这个企业家，每个人讲听了他都是如醉如痴，因为他闽南语讲到都还要说文解字，有一些字台下可能听不懂，然后呢讲什么？讲安全，好，讲经济发展，其实讲得非常的深刻，而且那个信心十足，所以侯友宜代表的本土。在地安全的这样子的一种形象哈，其实要把它给塑造再塑造，哦，我觉得今天他才是真正选总统呢，哦，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说在未来国民党的诉求上，而这也刚好可以去跟民进党从蔡英文到这个就是赖清德，因为他做过行政院长，也做过副总统的这些堕落面，然后呢这些。整个问题面去做对比嘛，对不对？所以我觉得这个其实是反而应该要去注意到的。至于说那个所谓的美国雷根调查的那个报告哈，当然大家可能已经有讨论过，它是个非常的保守，而且题目的设计哦，我讲题目设计最简单，他问你觉得中国是 enemy 还是 ally？ 这怎么选？也就是说是敌人还是同盟？这怎么选？亮哥，你怎么选在同盟跟敌人之间2选1呢？所以敌人的77%，同盟的呢15%，对不对？哎，那你们有那种中间的问题啊，对不对？美国怎么会去看中国是同盟呢？那另外一个选项呢？就是敌人。可是如果另外一个问题，他说如果是不是威胁，哎，就一下子降到了51%，而在2018年的时候呢？甚至只有21%，哦，所以这个问题其实代表着，这都是你问问题的方式。但我要讲的这里的重点是，各位，美国的右派共和党的媒体现在都在大量的用这个报道 ，Fox News 福斯电视台的 News 已经连续3篇把它在做报道，相关的这些国防新闻也在拿这个雷根国防调查。在做调查，在做报道，好，所以这你就看到这个发展。那我是觉得是一种炒作抗中，是一个炒作抗中，很明显，很明显，就跟那个联盟多这2天讲的一样，中国不是朋友，是敌人，中国是最大的威胁。好。